今天是2025年1月7号，周二，开年第一游，我和老公来到了嘉兴市旅游，准备探索上海周边剩下的这最后一个我们还没去过的城市。这次我们选择离市中心有40公里远的上海松江站出发，它是2024年12月底才开通的一个新车站，和老公都没坐过，正好外出顺便逛一逛。车站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，所以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赶6点15分的首班地铁，要先坐75分钟的车才能到松江。去嘉兴的动车是8点钟发车，8点半到，稍微有点赶。好在3号口出来就是火车站的大门入口，进去以后迎面的这个手扶梯，坐到3楼右转。目前松江站只有手扶电梯，没有直达的电梯。我们是10A 检票口，方向在北区，那3号到15号检票口都在北区。安检完来到崭新的候车室，场地很大，明亮又简约。刚刚开业，坐车的人还是挺少的。车站2楼是吃饭的地方，有吉祥馄饨、遇见小面、塔斯汀等等。继续往里走，有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地方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儿童休闲区，不仅可以滑滑梯，还能看小猪佩奇，实属高端。看完松江新车站，我们的动车也到了，车票目前打折，只要11元一人。好了，赶紧上去，出发前往嘉兴。嘉兴是一个市区面积很迷你的地级市，自古以来饶为副社，有江南水乡的名誉。在以前，小船是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，四周河道纵横，船来船往的极为热闹。但进入现代以后，随着发展开始填河扩路，水乡之称就不复存在，只剩下一条水上巴士和2条观光游船。从嘉兴火车站下来，找到北广场方向的出口，搭直梯上去以后，就开启了我的嘉兴盖章之旅。眼前这个红砖建筑是嘉兴最早的老火车站改造的，保留了原始面貌进行翻新。1楼用于观光和科普，2楼则是文创商店以及休闲咖啡厅。看看物价，咖啡的售价均在25元到28元一杯，好看的文创金属冰箱贴39元一个。盖完1921年老站的章，接着去盖第2个章，步行10分钟左右，来到旁边的红色初心馆，这里呢有一个红色的纪念大章。盖完再接着步行10分钟，来到紫城遗址公园盖第3个章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紫城遗址，传闻最早始建于3国，距今有1800年的历史，是历代嘉兴府邸所在地，保护得很好，古代建筑氛围也很浓郁。城墙目前修复如新，还能上去走走。除了看看园内风景，还有一些趣味的互动装置，像这个旋转监控屏，一边旋转一边能看到以前府邸的内部构造，全方位展示了一下当时的装潢。还有 AR 体验换官服，体验下来感觉就是挺无聊的，而且效果呢也很搞笑。紫城隔壁有一个天主教堂，具有异域风格的建筑物，也是嘉兴的热门打卡地之一。可惜大门紧闭里面无法参观。老公称呼我为盖章狂魔，说我旅游就是为了盖章。我不反驳，毕竟接下来我去的6个纪念馆都是为了敲章，有沈曾直旧居、沈君儒纪念馆、朱辅臣史料陈列馆、金九避难所、朱生豪故居、汪湖真故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头说嘉兴市区很迷你。上午和老公仅花了3个小时，就把火车老站、紫城遗址公园以及6个纪念馆逛完，中途还顺路去吃了顿早餐，又去了一趟范里湖公园滑滑梯。最后看时间才12点半，等到下半场就只剩3个景点可以溜达，所以来嘉兴游玩的人大多都会选择1日游，当天去当天回。那之后的3个景点分别是南湖景区、嘉兴博物馆和月河历史街区。先说嘉兴南湖，它是一个5A 级风景区，和南京玄武湖、杭州西湖并称为江南3大名湖。怪不得我兜了一圈下来，还想说南湖简直就是迷你版西湖，像是这条小道给我的感觉就很熟悉。
那南湖除了看树和湖，还有一个叫做五象祠的寺庙，里面有座好古塔，是嘉兴市唯一一座可以让游客上去参观的塔，塔上风景蛮不错的。人们在这里登高俯瞰南湖风貌，只见茂密树木遮住了大部分风景，直叹嘉兴市绿化成绩满分，感觉随便走2步就有一个公园，四周都是天然氧吧。游完南湖，接着到下半场的第2个景点嘉兴博物馆。博物馆紧邻嘉兴市图书馆，去的时候一并参观了。对于爱看书的人来说，探查各地图书馆也是一大乐趣。图书馆共有3层楼，进入大门后右转的1楼刚好有个儿童美术展正在举办。进去以后啊，颠覆了我对小学生作品的认知，每个班级布置的主题以及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都很美啊，忍不住拍了好多视频，内存警告。可以看到嘉兴图书馆的风格设计更趋于实用性，比较低调，装修呢也不像嘉善图书馆那样花里胡哨，还特意装了人动就亮的书架灯以及很醒目的圆台大厅。最后我很奇怪的一点，图书馆里的地方文献馆里面所有关于嘉兴的书籍都是上锁的，不能现看，只能提前1天预约了你要看的书，然后联系工作人员给你拿。可锁上的书并不全都是很珍贵的古书，大多就是21世纪才写的。因为我自己经常去上海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馆看书，像这种现代才写的常规科普类书籍都是摆在书架上随拿随看，所以对嘉兴图书馆这个操作蛮疑惑的。图书馆逛完，隔壁就是嘉兴博物馆，可以参观的区域也只有3层楼，设计倒是跟图书馆差不多，都有一个围起来的天井。展馆分为南馆和北馆，需要通过室外的走廊才能去到对面的北馆。南馆呢是从石器时代开始讲起，参观的展品呢比较少，我个人不是很感兴趣。倒是北馆的几个展厅很不错，像是嘉兴自然人文展和明代服装展，还有1楼的临展厅展出的青铜展。哇，好可爱的青铜小鹿！博物馆逛完，时间来到下午4点，和老公准备去体验一下被本地人疯狂诟病的有轨电车，说为了给电车让道，导致主城区的交通特别拥堵。电车票和普通公交车票售价一样，都是2元，可以现场买票，自助核销，全程16站，全长一共13.8公里。离博物馆不远处正好有一个站点烟雨路站，我们准备坐6站到平山站下。那坐上去是什么感觉呢？直接让我晕了半个小时，难受得很想吐。我这辈子也不要再坐第2回。话说忙着赶路一直没什么时间吃饭，就早上去吃了大家都推荐的斜西街烧麦店，一口气点了3笼烧麦、冬笋肉烧麦、生煎烧麦、蛋黄烧麦，一共花了46元，和老公全炫完，吃得很饱，一直到下午才有点饿。下午5点，我们来到平山站旁边的五芳斋总店吃粽子，毕竟五芳斋的品牌发源地以及总公司就在嘉兴，到这儿不吃粽子可不行。肉粽单点1个均价在9块，团购的话只要7块。缺点呢就是团购需要一口气买5个粽子，现蒸现包的。排骨粽等的时间稍微久一点，先拿了3个尝尝。吃下来我感觉最好吃的就是蛋黄肉粽，蛋黄沙沙的，没有硬心，油香配着猪肉香，真是一绝。其次是大肉粽，很经典的口味。排骨粽的话吃起来一般般，吃不出红烧的感觉。至于豆沙粽，虽然好吃，但它跟真空包装的豆沙粽几乎没什么区别，远不如真空蛋黄粽与现剥蛋黄粽，这2者之间的区别更大。吃完美味的粽子，和老公骑上共享单车前往今天最后一个景点月河街区。夜幕降临，抵达月河街区已经是晚上6点。只见河岸旁的民宅都铺上了明亮的灯光，采用最原始的火焰颜色，映于水面上，似火光摇曳，看着十分顺眼。月河街区里有一个粽子文化博物馆，
是由另一个粽子品牌珍珍老老出资建设。其实很久以前，珍珍老老和五芳斋都是师从同店，做同样的粽子。后来店里其中一个老板分道扬镳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珍珍老老牌粽子，配方没变，就看谁的心更真。博物馆的出口有珍珍老老的现包粽子卖，它的营业时间和博物馆开放时间都在晚上8点半结束。不过我们这次买的粽子叫大师粽，3个大师粽团购花了32元，均价10块5一个，口味分别是原味肉粽、蛋黄肉粽、腐乳肉粽。要说大师粽和普通大肉粽有什么区别？第一，肉眼看到的就是颜色，大师粽的糯米均为白色，中间的粽子因为放了腐乳嘛，所以颜色呈红色。第二，味道上的差距，大师粽没有简单粗暴的用酱油来作为粽子的调味，而是采用熬煮以后的高汤去煮粽子，利用汤里的咸鲜味慢慢渗进肉粽进行调味，所以才叫大师粽。连蛋黄也因为吸满肉汁而变得更加好吃。对比下来，我更偏爱珍珍老老的粽子，肉更软糯更鲜美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糯米因为吸满了肉汁真的很腻，吃一个就足以，妥妥的热量炸弹。怪不得它的餐盘是一个随手拿的纸杯，更适合小口小口的去慢慢品尝。从粽子博物馆出来，和老公慢悠悠地把整个街区都逛了一遍，发现街道两旁除了卖吃的以外，最多的就是酒吧。不过每家酒吧的生意都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。我想可能跟冬季是旅游淡季相关吧。反正今天我们去的每个景点人都没有几个。晚上8点半，我们打车来到提前订的酒店入住，没想到嘉兴住宿并不贵，豪华夜景房一晚只花了118元，楼下就是嘉兴最热闹的商圈800伴。好了，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，准备洗完澡再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继续给大家介绍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